我生辰那天，雪下得很大，他说要退婚。我望着老目皓齿的他，萧然站在大门外，转身回屋，拿了把伞撑在他头上。他神情冷漠，一把拨开我的手，我一个踉跄，没稳住，栽倒在雪地里。雪花落在他黑色的狐裘披风上，他眸色动了动，还是对我伸出手。我并不去拉他的手，捂着自己的脚腕，哎呀，站不起来了，今天没有500两银子，你别想走。他冷哼一声，甩下一句，那你就在雪地里躺着吧，便扭头欲走。我一把抱住他的大腿，冲着外面高喊，苏将军打人啦！苏将军欺负民女！他赶紧捂住我的嘴，压低声音在我耳边恨恨道，起来！我冲他眨巴眼睛，要公主抱才能起来。他拿我没办法，无奈叹气，到底怎样你才肯答应退婚？把你们苏府所有的厨子轮流送到我府上，每人给我做3天饭，就当给我过生辰了。我话下道来，胡闹，真小气。那把皇上亲赐你的夜明珠送我做吉吉礼，厨子需要自带食材厨具吗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八卦，苏将军凯旋归来，第2日便登门退了与林家独女自小定下的婚事，转头就跟相府家庶女白小姐定了亲。挺好，苏奕晨这小子出一趟差长本事了。那白相是我爹的政敌，那庶女也不是什么善茬。他弃了我这颗宝珠，选了那个绿茶，真是瞎了眼。我懒得见别人对我指指点点，索性闭门不出，在府里吃了1个多月的美食。苏府的厨子也未见得比林府的好，但胜在新鲜。吃腻了林府的口味，如今换换口味，我每顿都能多填半碗饭。1个多月以后，流言蜚语消退了，我也圆润了几圈，新裁的袄子都有些修身了。于是决定带着丫鬟月儿出门散心，再顺便约了几个姐妹游街吃酒。何以解忧，唯有喝酒。酒楼里新酿的梅花酒，喝上一口，美得很。冤家路窄，坐了没一会，就看见不远处的苏奕晨，还有他的几个狐朋狗友。他也注意到了我，我看见他跟同桌人拱了拱手，便起身向我走来，身边还亦步亦趋地跟着那个白莲。怎么，他看上去心情不错，看了一眼桌子上没动几筷子的酒菜，打趣我，这家酒楼不合林小姐胃口。我阴阳怪气，自然是不如苏府的厨子合我胃口，上次的东坡肉可真是色味俱佳，令我回味无穷呢。我来是要和你说一声，他早已习惯了我的毒舌，开春我要走了。又去打仗？我愣了愣，端起酒杯，那敬你一杯吧，新年平安。他也端起酒杯，还没来得及喝下，就被隔壁桌的几个男人热情地拉走敬酒。那白莲这次倒是没跟着他，自顾自地坐到了我的对面，用他并不怎么友善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。我觉得尴尬，新拿了个杯子给他，问道，这家梅花酒不错，要不要尝尝？就你我2人，不必装什么姐妹情深。他脸冷了下来，不再是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你就是被苏奕晨退婚的林婉婉。我心说，这不废话吗？苏奕晨都叫我林小姐了，你是不是不知道啥叫林家独女？还是你非得提醒我一下我被退婚了？不是啦，我学着他娇滴滴的语气，人家是在陈哥哥门外衣衫不整哭哭啼啼的白莲花。他气得怒目圆睁，刚要开口骂我，忽然变了脸色，又恢复了委屈可怜美目含泪的模样。我拿脚后跟想都知道是苏奕晨回来了。哼， PK 演技，我还没怕过谁。我很是娴熟温柔地斟满了他面前的杯子，柔声道，妹妹喝一口暖暖胃吧，这隆冬的天气莫要受了寒。他可怜巴巴地看了眼苏奕晨，莲儿不会喝酒，可姐姐敬莲儿是莲儿的荣幸，莲儿不敢不喝。然后端起杯子，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姐姐盛情难却，莲儿先干为敬。他一仰头，才喝了半口就咳了出来，拿帕子掩着嘴，急喘轻咳，梨花带雨，小脸通红，我见犹怜。苏奕晨赶紧上前帮他拍后背，他一把拉住苏奕晨的袖子，陈哥哥，你千万莫要怪姐姐，都是莲儿不好，都不会喝酒。我一边喝茶，一边静静地看他表演完，虽然心里快要笑死了，但还是赶忙做出一副关切的样子，把戏接上。你看这咳的，真叫人心疼。妹妹可是受了风寒，如何连茶和酒的味道都分不清了？
或许这就是演员的基本素养吧。他闻言一愣，赶紧低头看自己的杯子。我跟苏逸晨也配合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杯底还沾着2片茶叶。我在他脸上清晰地读出了我大意了，没有闪的情绪。我才说要让你注意保暖吧，受了风寒，连绿茶的味道都品不出来了。我故意把绿茶2字说得很重。他见说不过我，干脆身子一歪，软软地晕倒在了苏逸晨怀里。晕了。对上苏逸晨责怪的目光，我站起身拎着茶壶。要是这壶热茶泼到他脸上，他能不叫？我请京城最好的医师给他诊治，外加亲自登门去相府赔罪道歉。我当然不会真的泼他，我只是想在苏逸晨面前揭穿这个演技拙劣的跳梁小丑。我以为他会懂我，可他语气疏离冷漠，透露着我所不熟悉的决绝。林姑娘，你要想清楚，相府的人你动得了吗？言罢，拦腰抱起白莲，转身便走。走了2步又停下，回过头对我道一句新年平安。呸！他这个只会练剑打仗的莽夫，活该被这种白莲骗。我闷头喝了杯酒，眼眶微微发酸。明明是杯甜酒，为何这样呛人？我和苏逸晨自小相识，青梅竹马，打打闹闹的一起长大。15岁那年的除夕，苏逸晨带我出门游街。夜晚的灯火璀璨，闹市人头攒动，繁华热闹，如同白昼一般。苏逸晨给我买了糖人，陪我看了大戏。我俩混迹在人群里，被人流推搡着往前走。突然他俯下身，贴在我耳边悄悄说了一句：走，我带你去好地方。他带我去了紫禁城的城楼上，我们俩坐在高高的城墙上，脚下京城的灯火像是一条盘踞的火龙，我心里不自觉有些发慌。皇上派我去边疆打仗，他故作轻松。我点点头，他已年满18岁，初次进宫就得皇上赏识，应该是个高兴事。虽然早就从我爹嘴里知道他要走，但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他伸手捏捏我的脸，哭什么啊？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我忙捂住他的嘴，不许胡说。他笑着看向远方，像是对我说，又像是自言自语，过年了，许个愿吧。我虔诚地低头许愿，睁开眼看到他正盯着我的脸，眼神里有无尽的光芒和温柔，仿佛装下了整条银河。许的什么愿？当然是希望阿晨在边关能吃饱穿暖，早日平安归来。我歪头，你呢？我希望能和婉儿一直在一起。烟花在我头顶轰然炸开，雪花飘落在他的睫毛上，我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只能看见眼前少年的嘴一开一合。深冬的寒风拂过我的脸颊，我却觉得满脸滚烫。苏逸晨，我也喜欢你。那年年关刚过，他就来我家提亲，带着8个裹着红绸子的木箱，像是把全家最值钱的东西都搬来了。他家离我家就隔一个胡同，我爹对此颇为满意，人人都赞我俩算是青梅竹马，郎才女貌，良缘速递，佳偶天成。临走前，苏逸晨郑重地牵起我的手，婉儿，等我回来。后来他每次出征前都会对我说这句话，我也每次都乖乖等他。他是我年少的欢喜，他曾对我说过，此生定不负我。可我如何能料到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等到大雪纷飞，等到他凯旋回京，却等来了一纸退婚书，还有他与别人定亲的消息。如今还要亲眼见着他带着别的女人在我面前晃悠，真是物是人非啊。这一年，因着我被退婚的事，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大好。年还没过完，家里又出了大事，官兵把我家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相府来人直奔我爹的书房，径直从他那暗格里掏出了我家账本，快马加鞭送入了朝廷。这暗格只有苏逸晨知道地方，他还看了里面的2套账本。我又气又伤心，狗男人嘴也太快了吧，那姓白的不还没过门呢吗？这就开始帮着人家对付我了。我就知道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会上树。我赶紧跑去找我爹。我爹在房间里踱步，左手抓下来一大把头发，右手抓下来一大把胡子。见到我便叹了口气，婉儿别怕，爹爹就算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会保护好你们的。我听见他这句话，眼泪一下涌了上来，哽咽道，我本来没怕。我爹过来摸我的头发，是爹爹不好，没有早一点看清，那小子是会伤我女儿心的。
明天爹爹就进宫面圣，你放心，天塌下来有爹爹顶着呢。话音未落，他捂着嘴剧烈地咳嗽起来。我赶紧把茶水递过去，乖巧地轻拍着他的后背，爹爹，婉儿不怕，婉儿都听爹爹的。见我爹毫不疑心地把那杯茶水一饮而尽，我终于放下心来。我爹未免也太不了解我了。笑死，我天生叛逆，从小到大，何时会听我爹的话？我早已在心里打定了主意，所有种种皆是因我而起，天塌下来，怎么可能让您老人家顶着呢？我回房间收拾了几样东西，吩咐渊儿明日天不亮就替我梳洗。我才没有那么傻呢，当年苏逸晨解开暗格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能解开别人也能解开，他能发现别人也能发现。纵使我在信任他，我也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所以早早就把里面的账本调包了。白象交上去的那份，就算再怎么查，最多也只能查到我头上。林府不仅仅是帮着皇帝夺财权的私人财库，更是皇上秘密召见直臣忠良的会议中心，甚至无论明线暗线，京城的全部情报网络的中心枢纽都在我们林府，所以皇上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，只要我替我爹入宫，把一切扛下来，林府就还是那个不可动摇的林府。躺在床上，我莫名有些心慌，没来由的想起苏逸晨提亲前曾对我说过，等他以后打了大胜仗，就带我一起进宫讨赏，请皇上赐婚加封，让我做他明媒正娶、御赐诰命的妻。我也曾想过他坚定地牵着我的手，带我走进那座红色砖琉璃瓦的宫殿，与我并肩跪在大殿上，对殿上之人说，此生非我不娶。年少情意两相投，岁岁顾盼难相守。如今拜他所赐，紫禁城那座高高的宫墙，我终究要独自进去了。第二日，等我醒来，只见窗外天光大亮，渊儿在我床边睡得正酣，就离谱，背锅未半中道崩殂。我看了一眼香炉里燃尽的香灰，叹了口气。我撤回昨天说的我爹不了解我的话，不愧是亲生父女，连作案方式都如出一辙，一脉相承。说不定他在我每晚睡觉都燃的安神香里加的迷药，和我在他茶水里放的迷药，都是从同一家店进的货。我俩不约而同睡过了头。此刻他应该还没醒，我望着窗外静悄悄的院子，觉得奇怪。都日上三竿了，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？没有兵，没有官，也没有诏书来传。难道这是还没开始，还是就这么过去了？我穿好衣服走出门去，却见院子里站着苏逸晨。雪开始融了，春寒料峭，他穿得单薄，不知道已经候了几个时辰。他站得直直的，面色如常，可我却看见他袖口下露出来的半截手指已经冻到红肿，无法弯曲。什么风把苏将军吹来了？我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我们林家可没有别的秘密值得出卖了。他沉默了一会，喉头滚动了几次，第一句话是没事了。什么？账本的事，皇上已经连夜彻查了这桩大案。他顿了顿，白象交上去的账本是他本人的字迹，皇上疑他栽赃构陷朝廷命官，下令彻查。怎么可能？那账本明明是我伪造的，怎么会是白象的字迹？苏逸晨继续道，白象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，多年来只手遮天，鱼肉百姓，这一查便查出了许多大案，贪污受贿，买卖官职不说，前年还强抢民女，当街打死了那女子的父兄，最后逼得那女子也投了井。先前不是没有人想报与朝廷，只是他势力滔天，这些事都被压了下来。昨夜有人趁着他陷害你父亲的事被皇帝疑心的当口，快马加鞭把这些年罪行的证据送入宫中，这才上达天听。如今数罪并罚，已经被罢了官，抄了家，落了狱，罄竹难书，死不足惜。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弹幕，想了想，又问道，所以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个？白家人全都连带着落了难，包括女眷。那你的白脸好妹妹如今怎样了？话一出口，我又纠正道，哦不对，是未婚妻。不是未婚妻，我已与她退婚。她平静地与我对视，仿佛事不关己。她独自一人脱簪戴罪入宫，想让皇帝看在她已有身孕的份上，从轻发落白家。已有身孕？我瞪大了眼睛，啐了他一口，苏逸晨，你个渣男！人家春风得意的时候，你就轻薄人家；人家落难了，你就退婚。
后来被皇上发现是假孕欺君。苏奕晨并不同我分辨，但皇上顾及他的名声，并未宣扬，只说让他与白家人一同发配出京。我点点头，虽说我讨厌他总是挑衅我，但也不觉得他是大奸大恶之人。出京就挺好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苏奕晨从怀里掏出一块兔皮，我此次来找林姑娘，是想把这个赠与姑娘。是单给我一个人的，还是别的姑娘都有？别人挑剩下的，我可不要。一直在苏某这里，不曾经外人手。他双手递过来，眼神里带着点真诚，甚至还带着点恳求。外人？我嗤笑道，这会儿他就成外人了，相府的大腿抱不住了，又来巴结我，想跟我重修就好。你想得美。我转身回了房间，砰的一声把他那张欲言又止的脸关在了门外。3月到了，腊去春回，万物复苏。苏奕晨又要被派去打仗。他出征那天，我特意去到城门口去送他。他骑在高头大马上，威风凛凛，俯瞰众生。我站在他马下，要垫垫脚才能把手中的红信封递给他。这是什么？他接过我手中的信封，并不打算拆。结婚请柬。我顿了顿，6月18我要成亲了。苏奕晨一愣，跟谁？跟苏府的厨子，最会做东坡肉的那个。苏奕晨2条眉毛都拧在了一起，你堂堂林府独女，嫁什么厨子？哎，我伸出手制止他，年轻人，我劝你别搞职业歧视。他双眼通红，死死盯着我，那为何是6月？你就这么着急嫁出去？对啊。我装作没看见他的眼神，我着急吃东坡肉。我听见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，可你明知道我7月之前回不来。这么说，我眼睛一亮，你不在，我可以借用你苏府的正房拜堂吗？苏奕晨不说话。我就当你默认了啊，多谢苏将军。我对他行了一礼。苏奕晨不看我，还未等我直起身，便猛地踢了一脚马肚子，带着他的精兵强将策马扬蹄，绝尘而去。边关连连传来捷报，可我却没有心思关心苏奕晨。我在忙着准备我的婚礼。大婚当天的清晨，我梳妆整齐，配满钗环，换上喜服，蒙上盖头，坐上喜轿。苏老头跟我爹也算老友，他也不愿我在外人面前失了体面，便主动提出自己出面帮我操持婚礼。因此来接亲的排场很大，一路上披红挂彩，鼓乐喧天，街头巷尾皆闻声而出。我正在喜轿上坐得好好的，车队行至繁华熙攘的大道上，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。马蹄声直奔我而来，几个骑马的壮汉将接亲的车队冲散，一时之间人仰马翻，人群四散逃窜。我在脚中颠簸摇晃，想开口喊人都发不出声音。混乱之中，我喜轿的帘子被掀开了，为首之人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，把我从轿子里拽出来，拎到他的马上，骑马把我抱在身前。他纵马驰骋，微风吹起我的盖头，我看见街景迅速向后退去。我听见身后之人粗重的鼻息，我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我被抢婚了。到了目的地，我发现我真的很佩服那贼人的智商，以至于我不用猜都知道是谁抢的。他把我从去往苏府的路上抢到了苏府。有必要吗？整个院子喜气洋洋，热闹非凡，正房梁上挂着大红绸，厅里贴着喜字。全府的丫鬟婆子都忙得脚不沾地，正往后院的宾客席上端美味佳肴。苏奕晨跳下马，又一把将我从他的马上拽了下来，怒气冲冲地质问我：林婉婉，你这个女人没有心的吗？亏我从前对你那么好，上次你说苏府的东坡肉好吃，我特意去拜访了京城几家最有名的酒楼，学做东坡肉，结果你竟要嫁给一个厨子。我站在原地不说话。他在院子里踱步，指着装扮一新的正房大门，趁我出去打仗成亲也就罢了，明明不愿我参加你的婚礼，还要给我递请帖也就罢了，你还真要在苏府的正房拜堂。我的盖头其实是薄薄一层红纱，我透过盖头隐约能看见他鬓角散出几缕碎发，胡子拉碴，风尘仆仆，脸上似有风沙划过的痕迹。他没穿盔甲，里面的布衣破了几个口子，散下来的布条胡乱地扎在一起，裤脚和长靴上还沾着泥泞的痕迹。他眼圈微微发红，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我这一路回来，
马不停蹄，昼夜不息，跑死了3匹马，就是定不能遂了你的愿。苏逸尘，你是不是记性不大好？我终于开口了，不是你亲自登门去我家退婚的吗？如今我如你所愿嫁给别人，你又何苦跑来大闹一场？我那，苏逸尘像是受了委屈的小孩子，大口喘着粗气，声音有些哽咽，却终究没有说出个所以然，只得嗫嚅着问我，你了解他吗？他待你好吗？终身大事你就这么……我了解他，我打断他，他待我极好。哟，新郎官真的回来了。后院的宾客听到前院有动静，出来就看见了苏逸尘。林小姐发喜帖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还在奇怪，这日子定这么紧，苏将军能回来吗？看来还是林小姐了解苏将军啊，恭喜二位，百年好合啊。苏逸尘愣住了，用疑惑的眼神看我，新郎官？对啊。我吼他，不是你自己说的为我学做东坡肉了吗？所以苏逸尘挠挠头，苏府东坡肉做的最好的厨子是我。我拽了拽大红的喜服，还不赶紧去换身衣服，穿成这样跟我成亲吗？苏逸尘像是不知道要往哪去，在原地转了一个圈，终于想起来去掏怀里我当初给他的红信封。信封虽皱巴了些，但仍没有开封。他迫不及待地撕开蜡封，当他看见苏逸尘和林婉婉2个人的名字并排写在了烫金的大红喜帖上时，终于喜笑颜开，紧接着又热泪盈眶。婉儿，他手足无措地摸摸我的头，隔着盖头给我脑门上留下了一个吻，说出了那句我听了很多遍的话，等我回来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明显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，梳着利落漂亮的发髻，穿着合身的喜服，剑眉星目，美如冠玉。我看着他那张帅脸，努力忍了忍，终究没忍住，问他，苏逸尘，我嫁妆呢？啊，你嫁妆你问我？8个马车的嫁妆，我的婚前财产，让你抢亲的那对人马撞哪去了？他一拍脑门，我这就派人去找。及时到，他牵起我的手踏入房中，看着笑眯眯坐在主位的父母双亲，看见苏老头笑得满脸褶子，他附在我耳边悄悄问，原来你们都串通好了，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吗？我也温柔地悄悄回他，别说蒙在鼓里，要是找不回我的嫁妆，给你蒙在麻袋里打一顿。3跪9叩首6声拜，李成，我与他已是合法夫妻了。我爹是朝中大官，他是皇上看重的将军，往来宾客众多。苏老头仁爱，又在院子里加了几桌酒菜，广开大门说让过路之人也沾些喜气。其实我知道，这只是给流浪之人不施的借口。那些穷苦之人磕头跪谢，把吉祥话说了一车又一车。我本想在房间内等苏逸尘，可他却非说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得带出去，在宾客面前炫耀一番。我不善饮酒，他就全都替我挡了，喝得喜气洋洋，心甘情愿。敬酒到最后几桌的时候，我见桌上一人身穿斗篷，帽都低低地遮住了脸，身形却有些眼熟。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只见那人端着酒杯走到跟前，苏逸尘挡在我身前，端起酒杯去迎，却见那人抬手从袖口掏出一把利刃，直直地刺入苏逸尘的心口。噗的一声，接下来的一切在我眼里都仿佛变成了慢动作，短短几秒却像一个世纪那么长。那人拔出刀又欲向我刺来，但被眼疾手快的护卫按在了地上。他跪在地上抬起头，露出那张狞笑着的脸，这把刀涂了剧毒，见血封喉，很快就能要人性命。苏逸尘连哼都没哼一声，便直直地倒在了地上，手中的酒杯摔得稀碎，泼洒的液体反着纷乱的光，白莲被人按着，得意、狰狞、怨毒的神色出现在他扭曲的脸上。你看，就是这么快。他根本没出惊。众人轰然乱作一团，而我却只能听见自己嗡嗡的耳鸣。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颤抖着手去摸苏逸尘的脸，他脸还温热，带着醉酒的潮红。我想我没有哭，可滚烫的液体不受控制地滴落下来，阴湿了苏逸尘大红的喜服。我想我应该是在大喊，喉咙因为撕扯而刺痛，可我却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苏逸尘安安静静地闭着眼，白皙的面颊温滑如玉，仿佛只是睡着了。苏逸尘，
我听见自己颤抖着声音轻轻唤他的名字，小心翼翼的，仿佛怕把他吵醒。阿晨。往事一幕幕回放在眼前，又是乖乖练剑的他，少年时眉眼弯弯的他，烟花绽放下目如星辰的他，骑在高头大马上抢亲的他，穿着大红喜服的他，仿佛都在对着我笑。苏逸晨，你这个骗子，大骗子！你不是答应我要娶我为妻吗？你不是说要一直跟我在一起吗？你不是答应我以后每年冬天陪我打雪仗吗？你不是说要给我做东坡肉吃吗？你这个负心汉，你别想耍赖！苏逸晨，你起来！苏逸晨，你看看我！阿晨，阿晨呐！我忽然想起什么，从怀里掏出一副护膝，抽泣让我的话支离破碎。阿晨，你看，这是你送我的兔皮。你自从战场上膝盖受伤以后，一到冬天就特别怕冷，所以我给你缝了一副兔皮护膝。你看我缝的好不好看？丑死了！耳畔传来一声轻笑。你说谁丑？这可是我缝了。我反驳的话说到一半，一脸震惊地看向苏逸晨，他眯缝着眼睛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缝的丑，哭的也丑。我脱口而出，你不是死了吗？你就不能怕你夫君点好？他抬手替我擦了擦鼻涕眼泪，我看你怕当小寡妇，怕得要死。不是，我大概是哭了脑缺氧了吧，还没缓过神来。你为啥没死？不是见血封喉吗？苏逸晨轻笑起来，扒开衣服上被尖刀划开的口子。刚从战场上回来，着急跟你成亲，软甲都没脱就套上了喜服。那你躺地下干啥？他对我一下子老大劲了。苏逸晨语气耸下来，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。我喝多了，没站稳，那不就倒了吗？倒了我就寻思躺地上缓缓。多大劲啊？有这么大劲吗？我挥拳就往他胸口砸，我让你缓个够。缓够了，缓够了。苏逸晨一边哎呦哎呦的叫唤，一边求饶起来。婉儿，我错了，婉儿饶命。哎呀，怎么穿着软甲挨打还这么疼啊？天黑了下来，宾客散去，独留我二人在房间。所以你早就知道当初我与他定亲是他设的计。喝过交杯酒，苏逸晨试探着问我。我嗯了一声，笑道，你当时伤那么重，床都下不来，怎么可能去轻薄人家？怕是有贼心，没贼力气。你，苏逸晨皱眉，知道我那是负伤？我点点头，不就是因为这个才跟我退婚吗？重伤难治，怕我还没过门便要替你守寡吗？我以为我装得挺像呢。他懊恼，当时我给你撑伞，你是想接过伞来着吧？我笑，结果接到一半没力气了，就变成了扒拉我。要不叫我躺地下碰瓷，你寻思你多有面呢？他也笑，你当时答应的那么痛快，我还以为你心里没我。我心里没你。我翻了个白眼，我心里没你，我还把你全府的厨子都要来。我心里没你，我还花大价钱把京城最好的医师请来，给你的厨子每人上3天药膳培训课。所以苏逸晨吃惊，所以你当时要苏府的厨子，是为了让他们学着给我做药膳治伤？不然你以为你怎么仅仅养了1个多月，就能带着新欢出门气我？我耿耿于怀。所以你是吃了1个多月的药膳，根本没有什么苏府的厨子给你做东坡肉吧？我委屈巴巴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胖了那么多？吃了1个多月大补的饭菜能不胖吗？娘子不胖。苏逸晨宠溺的笑，以后我天天给娘子做东坡肉吃。我放下筷子，给我看看你上次伤哪儿了。苏逸晨脸色有些为难，但还是配合地掀起衣服，袒露出胸膛。紧实的肌肉呈现在我眼前，一道蜿蜒狰狞的伤疤从他左胸爬至右下腹，就疤周围还添了几处新伤，估计是这次留下的。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要装作没事人一样，顶着风雪去我家退婚。想到这里，我心头一酸，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。哎呦呦！苏逸晨忙伸手来擦，我这伤已经好了，就省着点眼泪吧。我破涕为笑，想起以前给他涂伤药的时候说过的玩笑话，想不到他一直记得。打更的声音响起，白天发生了太多事，我已经有些困倦了。娘子，苏逸晨神秘兮兮，你叫我一声相公，我给你看个宝贝。哎呀，这不太好吧？不过反正已经成亲了。我低下头，2片红霞飞上了我的脸颊，哑着声道：
相公。他轻柔地吹熄了房间的蜡烛，解开上衣的扣子。我羞涩地坐到了床上，往被子里缩了缩。昏暗的房间里，只有月光凉凉地透进来。他猛地从怀里掏出来一个圆滚滚、绿莹莹、亮汪汪的球。这啥啊？我愣住了。皇上亲赐的夜明珠啊，他莫名其妙。你不是早就说想要了吗？他奇怪地问我，娘子你咋好像不惊喜呢？你看这珠多亮，不然你以为是啥？算了，自己选的相公，凑合着过呗，还能离咋地？窗外的一只蝉发出了惊吓的虫鸣。我18岁那年，蝉鸣鸟叫，我嫁给了我心爱的少年。番外，厨师长。苏府的厨子在外人眼里是个十分体面的工作，钱多活少，地位高，更何况我还是个厨师长。可是这人人艳羡的工作表面下，有着不为人知的社畜辛酸。就比如我的老板苏少爷总是让我做一些工作之外的事。少爷在外人眼里是个出生入死斩将杀敌的将军，可在我眼里，他上次被血肉模糊的抬回府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个18岁的少年。少爷向来神勇无双，领兵2年从未打过败仗，可听说这次是被丞相贪了军饷，发到军中的物资和武器都是残次品，才导致死伤惨重。听伺候的人说，他被人迎面砍了一刀，伤口从左胸沿至右下腹，筋肉翻出，深可见骨。他在夜里发起了高烧，带血的帕子换了一条又一条，也没止住敷了药的伤口化脓。天色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少爷醒转过来，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婉儿的生辰。少爷嘴里的婉儿是邻家小姐林婉婉。我们都知道，少爷自3年前订了婚，便每日都盼着能等他18岁生辰，把她娶回家。但日不知道他吃了什么镇痛吊命的药，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说服医官，里3层外3层的把伤口缠住，不让血渗出，就冒着大雪强撑着去了林府。新来的小丫鬟啧啧地咂着嘴，感慨这是什么神仙爱情。我忙着手里的活计头都没抬，把柠檬切得汁水四溅。切，大惊小怪，我早就习惯了吃这口狗粮。可没想到，少爷此去却是为了退婚。少爷回来以后，把我叫到房中，让我安排一下，让府里所有厨子轮流去林府出差3日。我实在是不愿意，出了苏府，上哪去找对下人这么好的主子？少爷您说的对，出差好，出差能随时更新知识技能，不被时代的大潮流抛下。但是小的们对您忠心耿耿，再说都已经习惯了做您的口味，怎么能去别人府里给别人做饭呢？他不是别人。少爷躺在床上，面色苍白，唇无血色，一咳嗽嘴里就涌出一股血沫。您不是？我没敢问出口。少爷不是已经跟他退婚了吗？退婚是因为这次伤得重，我怕他。少爷嘴角勉强地扯起一抹笑，怕他还没过门就成了小寡妇。他那个小哭精，我可不愿见他哭。我见少爷这么说，便知他此次伤得实在凶险，赶忙应了，绝不是因为少爷答应我出差加工资。第2日，我还没出发，又来了一位相府的白小姐，吵着要见少爷。少爷叮嘱过我们不能把他受伤的事说出去，况且我们也很难对害得少爷重伤的相府有什么好脸色，只好语焉不详地跟白小姐解释说少爷不便见客。可那白小姐听了却以为少爷瞧不起她，在院子里大吵大闹了好一阵，非要少爷出来跟她说清楚才肯走。可此刻少爷昏睡在床上，人事不省，怎么出去跟他说清楚？于是那位白小姐便拔了发簪，扯开衣服，披头散发地跑了出去。不到半日，相府就传来消息，说若不娶了这位白小姐，她便要悬梁自尽。造孽啊！黄昏时，少爷难得清醒了一会，听闻此事，又把我叫来，交给我一样东西，出差顺便帮我做个间谍。少爷您说的对，做间谍好，做间谍能锻炼我的思维能力和……我实在编不下去了，苦着脸道：少爷您就放过小的吧，我就一做饭的，哪是做间谍的料啊？工资翻倍。少爷惜字如金。少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赶紧双手接过东西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您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义不容辞。少爷交给我的东西是一个账本，他叮嘱我一定要用它跟林老爷书房的暗格里那本账本调包。
那暗格的密码复杂，我背了好几遍才记住。那林府工作真的如我想的那般难做。林小姐叫我们过去，根本不是给她做菜，而是去上1对1药膳速成厨艺课。1天理论课，2天实践课，忙得我脚不沾地，每天就是背书和做菜。听说她请来的那位医师是全京城最有名的医师，出诊一次就价格不菲。想必这1个多月的封闭式集训价格，把我一家老小卖10次也不够付。第3日好不容易做完要走了，林姑娘把我叫过去，你帮我做个间谍。我川字纹都快跟法令纹皱到一起去了，苦着脸道：林小姐，我来这做的是厨子的工作，不在工作范围内的职责。她把一个沉甸甸的银锭子放到我手心，我也会保质保量完成，一定不辱使命。这些天学的东西都掌握了吧？回去让你们这批人按着这方子每天给你家少爷做1日3餐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许告诉任何其他人。林小姐递给我一本书，受了外伤这样吃，隔壁小孩都馋哭。我觉得我挺有天赋的。第1次出差就是双面间谍的地狱难度，但好在拿了1份厨师工资和2份间谍工资之后，我也算顺利完成任务。吃着药膳的少爷伤好得很快，半个月就能下床，1个月就能跟上次碰瓷的白小姐出门逛街了。从林府内调包拿回来的账本，少爷总捧着痴痴的看，还笑着说什么碗的字好丑。当初你贴招聘启事的时候，可没说有一项工作内容是吃狗粮。春节的那天，少爷回来得很晚，带着一身酒气，回来就直奔厨房。我正在算春节在岗的加班工资，见他闯进来，吓了一跳。他红着眼睛揪住我，像只小狗一样龇着牙：你给婉儿做东坡肉了？我没有，少爷饶命。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因为一道菜发火，但还是老老实实回答。那是谁？咱们府里谁会做东坡肉？明明被揪着的是我，可我却觉得他比我还无助。没人给林小姐做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她可能是在外面酒楼吃的。记错了。她终于放开了我，红着眼睛一脸落寞，委屈巴巴地嘟囔了一句教我，便醉倒了。我犹豫了半炷香的时间，才决定无偿把她抬回房间。因为我权衡了利弊，抬了不会给我额外的工作付钱，但不抬我可能会被开，或许这就是打工人的现状。后来的事就满城皆知了。白象拿着调包好的账本告发林府贪污，却被皇上怀疑是栽赃诬陷。少爷之前早就默默收集了多年白象横征暴敛、赃贿狼藉的证据，趁着此次机会连夜快马加鞭上报朝廷。听说有太后的势力想要阻拦，但这次贪污军饷的事导致战况惨烈，壮士尸骨未寒，任谁也保不住通敌叛国的罪人。白象被罢官以后，我问过少爷，为何他交给我的账本会是林相的字迹。少爷正捏着毛笔练字，听闻此言浅浅的笑，说每年春节替林府写春联又不是白写的，模仿笔记这种事早就驾轻就熟。说完便把面前的宣纸推到我眼前，是仿着林小姐那丑得像猫爬过的字迹写了一句诗：岁又相见即相知，年年相守与卿士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